什么时候美国总统去求别国总统啊？现在最惨的不是秀底裤啊，是底裤都破了。这不是第一次延长，这是延长的开始。现在去弄古巴，其实只是要做新闻转移啊，相当于是给了全世界一个讯号弹，美国真的不行了。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那现在的具体形势是什么呢？依仗为什么会让习川会延期呢？为什么会逼着川普跟习大说延1个月吧？航母效果不大，对付伊朗这种国家规模太大。那这个延宕代表什么意思？好，所以这件事证明一件哦，第一个，今天川普的口吻是非常非常温柔，他请求北京方面中美元首会谈往后延约1个月，本来是3月底，现在延到4月底。那美国到底在难受什么呢？有几个点哦。第一个点，美国在波湾周围的基地几乎是挨个炸了个遍。现在美国在波湾周围的基地基本上没有办法实施彻底的防空作战，真的是一天到晚被炸，而且伊朗越炸越上头，它就像点名一样，一排一排炸，哒。因为它从这个岛到这个岛之间哦，最宽距离就是30几公里，将近40公里哦，所以基本上完全处于这个无人机范围之内。麻烦就在这里，霍姆兹海峡继续封，油价继续涨，因为20%的原油从这里出入，那这个油价一直上升，对美国来讲，倒不是说它的国内油价会上升，因为你自己去看美国最近国内的油价上升的有，但不多。美国本身会释出它的战备出油嘛，而且它的战备出油一直都是国家拿来捞钱好，逢低买进，逢高卖出。美国这一次说，哎呦，我拜托你延后，然后呢说，哎呀，这个大家应该一起合力来处理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尤其呢，他会呼吁说，大陆是不是也该来处理一下？那为什么？你可以看这个航道非常的窄，我跟大家讲哦，这个航道在这里，这画的是这个样子哦，其实更困难。它是一个接近90度的一个大拐弯，其实你从这里看就看得出来了。这个航道难在它还要一出一入，33千米宽，就是33公里宽，真正能够作为航道的是中间大概10公里左右的位置，也就是3+3+3，出港航道、入港航道跟中间的缓冲区航道，它没有办法刹车，惯性很大，所以他们到这边速度要很慢，甚至要引水人来帮忙。这也是为什么伊朗非常好封锁这边。还有一个问题是啊，波斯湾本身是个浅海，所以你如果那种超大型的20万吨级的油轮你要出入的话，因为它更需要走航道的正中间，不然真的很容易搁浅。所以现在看起来防你也防不住，拦你也拦不住，就防住拦住了，效果也有限。调也调货了，现在全世界也没货了，萨的全球就8套，美国自己3到4套，8.5套的状况之下，3套在中东打坏了3套，从韩国调1套来，东东4套，1套在以色列，阿联酋有1套，现在怎么搞？所以很尴尬。这也是我们讲习川会延后见面一个非常现实的一段，就是伊朗现在打不垮。然后再来是伊朗做了一件事情震惊中外，他搞了一个叫马赛克策略。伊朗研究了20-30年一套心法。什么叫马赛克战术呢？就是伊朗他如果面临开战的极端状况，为了国家的存续，31个省变成31个战区，各省省长、各省的军事领导人可以各自为政，税收不上缴，全面解放。那我告诉你，这31个省都谁在控制？革命卫队。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中央税收顿减80%以上，要避免一旦面临斩首作战的时候被全面瘫痪。而现在为了活下去，伊朗已经拼了，他实现了这个战略。所以为什么哈梅内伊是老哈还是小哈，其实已经不重要了，他只是个精神象征。现在革命卫队根本没人挡得住。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之前还为了周边国家被打道歉，然后希望军队要打之前通报。结果这2天啊，伊朗的外长哈拉格齐啊，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了，现在革命卫队说了算，我们也没办法。这就是网络戏称哦，哈梅内伊下了一道命令，就是打到我哈梅内伊喊停为止。那问题是哈梅内伊已经不在了。我跟大家讲，伊朗为了活下去，他是真的把身家都拿出来。所以现在伊朗各地的这些军事指挥官，他已经获得了名声。伊朗现在这样玩了，短期之内会发生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就是伊朗在打击美军基地的时候，它呈现了一个完全自由奔放。可是呢，伊朗还做了一件我觉得蛮屌的事情，就是在这样情况之下呢，中央跟地方依然还是可以协同作战。他自己打波斯，他还是每天有他固定的节奏在打。中央只剩下号召力，而地方有实际权力，这就完蛋。为什么？你暗杀一个也没用，这个叫去中心化领导。真主党也是这样玩。这一招是怎么样呢？是因为包含黎巴嫩的真主党，包含伊拉克的伊斯兰抵抗阵线，包含在这边的胡塞老哥，据这个也门沙那的胡塞老哥，他们都是玩这什么去中心化领导，然后领导人透过个人的威望来团结大家。其实这个伤害很大，就是伤敌1000，自损800。我们之前所讲的，伊朗是整个中东地区除了土耳其
起以色列之外，组织程度最高的。因为伊朗是真的有经历社会改革、经济起飞，然后工业化推进程的国家，所以它的本身的能力是比较好的。如果伊朗在这一局这样活过去之后，未来要怎么样把这31个地区，甚至在细分的状况之下重新收回来，那这个必须小哈梅内伊要花大力气才做得了。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这个一战根本是无尽期，因为没人可以投降，你找不到人谈呐。那还是回到一开始，川普就把哈梅内伊斩了嘛，斩了之后，人家实施马赛克战略，那你现在没得玩，所以我才讲说他调了海军陆战队去，他是真的要给他搞登陆，他不是调假的。但我认为登陆好，一旦登陆也挡不住被伊朗打的时候，伊朗受创很深的，我跟你讲，他受创绝对比美伊深。可是问题是美伊谁啊，娇贵的很啊，就是穿西装跟穿草鞋的差异嘛。所以现在这个一战延长西川会的真正原因是什么？简单来讲，美国拿伊朗现在这个状态没办法，炸也炸了7000多次啊，能炸都炸了，再炸剩一些民用设施，你怎么炸？跟马赛克搞下去哦。现在伊朗不是不能被击败，而是伊朗找不到如何击败，被个别31个省都把它打掉，但是你不可能同时打掉31个省。然后呢，这31个省里面，然后他们各自为政，然后各自有财权，他们一定要各自去发展，然后又可以互通生气，因为这些官员是认识的，这些革命军的将领，这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将领，他们是认识的。但是以目前伊朗来说，它很困难。避免国土分裂那个要做很大的努力，所以我说伊朗这一招其实相当于是怎样？如果这个马赛克战略实施之后，军阀被个别收买的话，该怎么办？那在马赛克时期的话，还是要尽可能的维持跟每一个各地的省长各地的类似节度使去好好谈论一下，避免他们呢彻底的失控在做这个政治预算上的安排。第二个就是也要设下红线那什么是能拉拢，什么是不能拉拢的，不能拉拢的要想办法。所以他这个现在变成一个你不严那就很尴尬。所以我们把镜头拉回到再2个礼拜，我们就会看到川普跑到北京去了，对吧？可是如果这时候去，就出现一个状况，如果北京当场要求你如果要来，那你这个仗要先停吧，你至少得停火吧。那怎么停火？当伊朗马赛克之后，你跟他停火，你跟谁签啊？跟31个省的军头签吗？31个省军头管得住他自己吗？你怎么签？你光把他们找出来的费力，他们是谁你都不知道，你找谁签？所以他叫川普停，川普说好，那我现在停5天好不好？问题31个省随便发一发，你回不回手？你打不打？你回不回击？所以现在没办法停，现在是停不了，真是停不了，你不知道怎么停，你没人可以挡了。所以现在北京这边本来我认为西川会一定会谈到一个问题，就是伊朗问题，你要不要停？你不能一边在揍南方国家，对不对？尤其伊朗还是什么上合会组织的，你一边在揍伊朗，你一边跑来北京，那就显得北京是放弃了跟南方国家之间的良好互动嘛。因为北京自认为这个自己是南方国家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力量的来源。现在的问题就出现在你一战的延长对西川会产生影响。好，但是这个只是表面上。那美国政府的说法是因为要打仗的时候元首不该外出。可是你不要忘了，不要说泽伦斯基打仗的时候天天外出在外面干嘛，他在外面搞募款。就拿普丁好了，俄乌战争打到现在，普丁出国几次了？甚至有些国家还是国际刑警组织已经通缉他的了，他还依然出国，然后人家给他庇护嘛，就没事了嘛。所以这很有意思哦。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军力的落差，对比伊朗跟美国之间的军力落差，美伊之间最大嘛。可是这样子，结果美国总统却不能出去，原因其实更深一个层次啊。伊朗就不是一个美国可以随便拿捏的软柿子。这一仗彻底的暴露了，美国不仅无法双线作战，要不是俄罗斯现在在整备乌克兰可惨了。那伊朗不但无法双线作战，他甚至连双线外交他都做不到。美伊在打仗，俄乌在打仗，普丁飞来飞去，然后美国现在没办法飞来飞去，总统还得留在国内。那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跟核心了。道理其实很简单啊，这个延长我告诉大家，这不是第一次延长，这是延长的开始。这历史节点不是常这样吗？但凡能够完成的东西，它几乎都是准时完成；但凡完成不了的东西，它就会不断延期。那里面最大的历史意义是什么？从来都是人家去求美国总统啊，什么时候美国总统去求别国总统啊？更何况是求中国领导人啊，什么时候？这个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时代变了。所以一战延西川会，这是一个很物理的打击。就是说这个西川会的延迟啊，美国的理由虽然是说因为在作战元首不方便出境，第一个啊，你美国宣战了没有啊？美国就没宣战第二个是你美国主动去招惹人家的，那伊朗在那边你就一口气把人家哈梅内伊全国给端了。
第三个，你真出全力去打他了，基本上除了你美国本土陆军之外，你在海外能动的海军陆战队都拉来了。我拭目以待，他等他登陆，一旦登陆失败，那美国就不是在波湾当中这个存在有用而已。那更何况，那美国是未来存在在哪里都不是存在的。所以这里面是很难想象一个伊朗战士可以打出美国的原型啊。这个底库里面还逼出一个问题是，美国在川普的领导之下，根本是穷兵黩武的完全体现。林肯号是目前运作比较完整的，布希号刚刚整修回来。可是大家知道吗？福特舰已经成为美国有史以来部署最长时间没有靠岸休养，已经10个月以上，它很可能突破365天，整整1年没靠港。根据美国的标准作业流程，因为核动力航母的特色是它不用加油，所以它只要食物补给，它只要补给舰一靠，还可以继续航程。所以核动力航母它是6个月强迫要休整一次，让水兵可以上岸活动一下，不然人会发疯的。结果大家知道吗？突然它的洗衣部突然着火，烧了30个小时。美国对外竟然掩盖消息说只有2个人受伤，而且也没事了。结果内部水兵透过船上有限的通讯线，现在其实船都可以透过星链通讯匿名的方式举报给媒体，说10几个人呛伤，在10几个人呛伤我都觉得低估了，你知道吗？说没有影响到福特号的例行部署，目前还是一个将近满负荷动员的状况。那你就继续试看看，床也烧完了，对，总共800个官兵的床受到影响，那你就怎么办？那继续部署吗？你官兵没办法休息啊。所以现在逻辑是什么？一战所逼出来的不仅仅是美国的底库，也逼出一个什么？美国总统竟然去请求对中国大陆元首晚一点，因为我忙着战争。那当美国打一个世界军事第14或第16的伊朗，需要坐镇美国国内，你美国是打苏联吗？而且你还有以色列助阵以色列世界第17伊朗14，以色列17。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说习川会的延会啊，它不会是延长第一次，而是那是延长的开始。底牌变成秀底裤，现在最惨的不是秀底裤啊，是底裤都破啦。今天最新发的不就底裤破了吗？你连这个习川会，你这底裤都破了，全球味道最大的航母，没错，又不能洗衣服，又不能上厕所，我的天哪，又怎么搞？所以难怪川普急轰轰的痛骂多国拒绝护航霍尔木兹海峡，什么叫做忘恩负义，非常生气，那只能当愤怒鸟又怎么样呢？所以现在呢，只能延期。那这个延期啊，相当于是给了全世界一个讯号弹，美国真的不行了。马来西亚开了全球第一枪，马来西亚来哦，宣布与美国的贸易协议无效化。那马来西亚怎么那么有种？来，我们先看一下这则新闻哦。马来西亚总理啊，在去年10月26号的时候，在吉隆坡与美国签署了对等贸易协议。当时这个照片还历历在目，有没有看到？在签署协议两边哦，笑得合不拢嘴哦。来，我把这个新闻念给大家听哦。15号正式宣布，首个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之无效国家，直接宣布无效。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叫做阿卜杜甘尼 Abdul Ghani 向媒体宣示，美国马来西亚的对等贸易协议已经失去效力，这不是暂停，强调哦，这不是暂停，这个是已经不存在，协议现在开始是无效且作废的。枪口调转到古巴，古巴全国大停电。那为什么现在干古巴呢？因为他的颓势难止嘛，他现在讲到伊朗都是赔钱嘛。那另外就是蒂黎波里号，川普还在迷信，我可以跟大家讲，我已经看穿了。我认为川普是认真想搞登陆作战，他想要展现天兵天将面倒的概念。这里面的尴尬点就是我得找一个新的软柿子来捏嘛，那他找古巴。但古巴跟委内瑞拉又一个不一样，古巴的社会组织力它是经过革命的，它的社会组织力，它的政党的动员能力是远比委内瑞拉更强大。但古巴的弱势也很明显，第一个离美国不是近而已，就是根本就是隔壁，这第一个，其实都不是近的，就是隔壁。第二个是什么？古巴的地形更好拿捏。古巴虽然有山但是整体山势不高，非常的长，而且首都哈瓦那还直接面对什么？面对美国。我们今天在看这事情的时候，这太有意思了嘛，他只要找补吧。那古巴因为在美国人的心目中 IP 价值非常非常高，因为古巴这个作为长期版，现阶段要再创造一波新的 IP 高潮。你想我们就用排除法嘛，为什么去找古巴麻烦？俄罗斯现在可不动啊，俄国现在根本30天石油禁运暂停。我跟你讲，跟中美元首会一样，这都不是石油禁运暂停，那个叫什么？叫做解除的开始，就会不断延长。现在要不是这个禁令解除，你知道今天美国财长说出一个多荒谬的笑话吗？他说我们允许伊朗的油轮可以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是傻的吗？我他妈全出去就被你扣了，第二被你炸了。那他不会炸，因为美国现在很需要这些石油。第三个，那出去之后油价一下来，那伊朗的护身符就没有了，疯了，你知道吗？
这简直啊！那你在开玩笑，这认真的吗？而且他找古巴麻烦，其实就为了赚 IP 嘛。然后现在说这个，因为现在古巴总统叫卡内尔嘛，卡内尔是一个对美强硬派，他当然希望古巴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古巴总统自行下台。但是如果说今天卡内尔下台，美国人会放过古巴吗？这不会嘛，因为古巴是傻了。其实美国人很喜欢玩这个啦，没关系我跟你讲，没那么严重，你们的老板滚蛋，你们剩下都好棒。再来其实这一整局他去封古巴根本就没有办法止住这个颓势。古巴也不会屈服，怎么屈服？没有屈服的空间。古巴被美国制裁多久了？从古巴飞弹危机以来，古巴制裁的时间比伊朗更长啊！伊朗是1979年制裁的古巴飞弹危机是1960年代就开始了，整整比伊朗早了10几年就被制裁了。古巴人早就习惯了美国人画虎烂的功力嘛。美国搞古巴纯的就是赔钱，因为古巴没有资源啊。一个已经臣服了古巴没有新闻价值啊！你跟美国人说，你看我们今天改变了古巴，我们对古巴好棒棒。然后呢？就是当下放完烟火之后，然后呢，也还有东西吗？没东西啊。所以我为什么写说封古巴难挽颓势？为什么？这不是我乱写的我写这是我的逻辑啊，你知道吗？川普说什么？古巴深陷困境，不排除友善接管接补钱然后川普说，古巴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有希望迅速实现。在干嘛？又在吹，又在骗。古巴可以干嘛？产雪茄，用雪茄来填石油的坑吗？一个很凶狠，但是又威胁不了美国的古巴，那才是好古巴嘛。不然美国早就把古巴干掉了。就古巴这样才具有新闻价值啊。3不5时有古巴人叛逃，对不对 ？Marco Rubio 就是从古巴来的，他是古巴裔嘛。所以真把古巴干掉，就是没新闻可以刷啦。美国现在去弄古巴，其实只是要做新闻转移啊。川普的赢学到现在有点赢不太动了，所以呢，走向3项是：第一个，想尽办法跟中国继续兜好关系，想着是什么呢？中美元首会来冲淡这一切的悲剧，但现在看起来一言再言是必然的状况。第二个呢，伊朗的强硬程度远超乎整个美国的想象，这也再次证明 CNN 所讲的，就是美国事前评估不足，杀了哈梅内伊无法投降这样的一个情报是绝对准确的。看起来他就是不听嘛，没有中战指导。第三个，美国的霸权体系3项是都受到动摇，美军系统目前看起来最后的变量是什么？因为美国已经出动最高强度的空袭了，你想一次空袭集结 B1、B2、B52 没有发生过啊！伊朗受到这个待遇是史诗级的待遇啊！美军的极限值在哪里？看起来快见底了。美国的关税前阵子因为关税的违宪，现在受到很大的挑战跟质疑。现在又去搞中东石油的问题，那大家更加的会转向分散式，那你更难控制，因为现在全球石油美元会失效，还有一个关键是什么？全球的石油生产已经是星罗棋布的摊开了，尤其像是非洲，其实像内战中的利比亚，一旦利比亚不内战了，那利比亚的石油油气是太多了。美国的语言霸权，在他强力退出各种国际组织，然后现在大骂各种盟友，那他的语言霸权还在吗？大家谈到伊朗是觉得是对的还是错的？是美国对还是伊朗错？还是伊朗对？美金一定会变美元，封古巴只是一个概念股，但是这个颓势，美国在全球无序收缩的颓势已经成为一个必然，而且川普推动了那第一颗骨牌，一泻千里必然的成果。这就是为什么最后中美会推迟，因为美国希望的是他展现出他一副最有能力的样子到中国大陆去，但是有办法吗？能吗？做得到吗？你过度长臂打人，到最后你那个力量就必然是打不出来。如果美国在抓完马杜罗就见好就收，那大概率还是有机会达成一个对自己相对有利的美伊协定的。可是当他决定第一天就把哈梅内伊给斩掉的时候，那这场战争就必然走向无解。然后当伊朗决定使出马赛克战略的时候，这场战争不但是无解，这场战争是不会结束，从无解变无节。那当马赛克战略实施下去的时候，不止无解，你想他打到什么时候？那一定是在波湾里面没有任何美国人了嘛，他才会停下来嘛。那就从无解又怎么走到什么程度？走向无美，所以它是一个连续式嘛。那现在只剩下无美的状况才能够达成伊朗可能的作战目标。那而且这个伊朗作战目标是没有办法被修改的。那所以今天的一战言中美会这件事情，它本身所代表的是更严重的后果。就美国的那个说一不二的世界霸主的样态已经彻底的精神破，而这个破不是任何外交形式，也不是地缘战略形式，而是实打实的铁血流出来的，这才是今天这整个状况的一个关键。而为什么要把蒂利波里号跟2500个海军陆战队调到中东去？美国正试图用最后倔强来挽回这一场对伊朗彻底
失败的脸面嘛。伊朗付出代价绝对是巨大，我们就不再说了。那去挽回要怎么挽回？占领那个石油小岛，还是占赫尔墨兹海峡？占了又能怎样呢？能够阻止吗？